林中，9字辈的2位真仙入阵半个时辰后，你来破阵。我主修的是炼气，阵法之道始终是比不过你跟3师兄的。九乌淡定的一笑，背着手走到爱侣面前，男人气概在他不高的身躯中喷涌而出。跟紧我，此阵名为灵月六转阵，其实也是比较基础的迷阵，只是生门设置的比较古怪罢了。生门在上面。还没说完，九就已经找到了阵法出口，带着九师一同跳起，闯入了下一个阵法。周遭顿时上下逆转，又过了半个时辰后，奇怪呀，我们好像又在原地打了个转。九湖面色渐渐凝重，掐指推算，咱们刚才经过的24阵互联互通，但24个连环小阵又相当于凑成了一个隐藏的大阵，靠着生门指引，将咱们直接带回了原地。这般布阵之法虽然有些讨巧，称不上高明，但却十分有趣儿。有趣儿得很。九师一手扶额，破解之法，这都多久了？按照你每次的时间算，这都3、4次的功夫了。别罢，贫道要认真起来了，随我来。当下他反手拉住自家的道侣，快步再次迈入迷阵，2个人的身形迅速消失在密林中。又是1个时辰后，这没道理，这不应该呀。九乌盘坐在一处满是落叶的空地中，双手不断地掐算着。九师摸着他光洁稍尖的漂亮下巴，来回踱步，口中不断地念着一些阵法之道的口诀，但此刻却已经帮不上忙了。此时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尽快找到大阵之中的99，最关键的是他们已经在连环阵之中迷失方向了。哪怕直接往上飞向下爬，都会进入另外一个迷阵，周而复始，想退都找不到出路啊。要不咱们直接轰开这个大阵吧。不可，咱们是来捉人的还是来轰山的？再说了，这要传出去，你我夫妇被困在一个没有仙人坐镇的小穷峰之地，咱们的面皮往哪儿搁呀？你不是擅长阵法吗？这些确实都是很基础的阵法，但连环阵没有固定的解法，只能不断去摸索破解，或是找阵法与阵法之间的破绽。但布置此地阵法的这人，将破绽掩藏的当真太完美了些。走，我想到破阵之法了，再试试。于是又1个时辰后，离地约5尺，一只平坦的额头不断地撞击着一棵大树的树干。这位矮道人的眼圈向内凹陷着，那双平日里炯炯有神的双眼此刻满是灰暗，身上的褐色道袍沾了些许枯草落叶，整个人浑身上下的气息都在乱颤。他又用额头撞了一下树干，嘴里发出了2声呵呵的冷笑，喃喃道：假的吧？贫道之前参悟的阵法之道都是假的吧？原来基础阵法才能组成最高明的迷阵和困阵，原来贫道走了这么多的路都走错了。贫道的道是不是也走错了？无为镜也是错的吧？原来贫道只是这种水准的真仙呢。一旁的九师满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连忙向前单膝跪地，顺势搂住自己的道侣。师弟你不要吓我呀，我们轰开大阵就是了。不要，千万不要！能布置出这种大阵的人，怎么可能会不防备这种直接轰击？说不定会立刻变化成杀阵。师姐，
九乌嘴唇一颤，抬头看着眼前这位美丽动人的仙子，惨然一笑。师姐，原来我一直配不上你啊！九师连忙搂住了九乌。你不要说这种话，我们对大道立过誓的，永生永世，不离不弃啊！我真的配不上啊！突然，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林间突然密布白雾，但这些白雾飞速的消退，同时两个人还听到了不远处的对话声。九师叔，咱们开始演练一遍吧。稍后我将这2味药草投入炉中，以便……没问题。九乌和九师对视一眼，后者立刻施展术法，将2个人化作2团阴影，朝着声音来的方向遁去。很快2个人就发现了，原来刚才他们所在的位置距离要找的九九只有短短的100丈。躲藏在一处大树后，这2个人悄悄探头看向了炼丹房。此时因为要开炉炼丹，丹房2侧的窗户都是打开的，在九乌他们的角度刚好能看到站在丹炉前商量着什么的李长寿与九九。不知不觉已是近黄昏时，一缕西斜的日光透过窗照在了九九身上。他背着双手，左脚脚尖点地，身体略微前倾着，仔细聆听面前这道身形修长的人影，讲述稍后炼丹的详细步骤。日光中，他刚刚落在肩上的发梢映着毫光，肌肤也莹莹温润，那双宛若星辰的眸子更是清澈透亮，细长的脖颈，曲线玲珑的身段，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灵美。而他身旁那身着蔚蓝长袍，头发简单竖起道箍的南修，懒得介绍了，自己想象吧。九乌面露不解的小声嘀咕一句：长寿是指这里的阵法，莫非……他话音刚落，嘴立刻就被一只柔体捂住。九师在旁边轻笑，传声道：嘘，走了，回去再说，别打扰了他们。九乌顿时有些不解：啊，咱们这就走了？不然呢？挺俊的嘛，这小辈看起来也挺可靠，就是修为才反虚境，这倒也不是问题呀。九师微微一笑，拉着九乌开始施展前行道术。恰好一只嫩绿的树叶离开了家，晃晃悠悠地落到了九乌的头顶。总算是走了，李长寿的心底松了口气，再次开启周遭大阵，又反复检查了几遍大阵各处，还好没暴露什么。困阵的效果出乎意料的还不错，而困阵本身对闯阵者传递出去的信息也符合李长寿原本的预期。开始炼丹吧。他如此道了句，随后便转身走向一旁的空地，拿出了标记着玄石1的宝囊，对着身前抖了抖，一堆物件落在地上，造型类似于宇航服的法器宝衣，能够承受大部分烈毒腐蚀的万毒手套，避毒的符箓，解毒的灵丹，耐腐蚀的镍夹，造型奇怪的容器等等等等。那这些是什么？啊，这是一些炼丹时必要的准备设施，我给师叔也准备了一份，一同穿上吧。虽然师叔心力浑厚，但毒这种东西无孔不入，还是小心为上。行，小师侄还是挺为本师叔着想的嘛。九九眨眨眼，满是好奇地从旁边凑了过来。风和日丽，阳光正暖。破天峰一侧的9字九仙居所，九乌捂着老腰，在自己的阁楼前轻轻晃着5尺高的道躯，仙力略微运转，已经没有了那种疲倦感。现在已经是他和九师从小琼峰回来的3日后，刚刚送自家道侣闭关，心底盘算着自己接下来是该修行呢，
还是该去百凡店逛一圈呢？正此时，一只大葫芦从天而降，九乌顿时精神一振，立刻背起双手，恢复成了平日里那般一本正经的模样，清清嗓子：“小九啊，师兄这一趟。”师兄，咱正要找你呢，你要的东西拿回来了？大葫芦上的九九探了个头，忍不住捂住嘴，打了个哈欠，精神也是颇为的萎靡不振。大葫芦拐了个弯，径直落在了九乌的阁楼前。他们师兄妹9个，除了资质出众，在同辈之中修为拔尖的存在，除却九九，各自都有发展的副业。九师擅长炼器锻宝，九乌擅长酿酒炼丹，所以九乌的小楼底层到处都堆着酒坛、宝材、丹炉，各处角落都摆得满满当当的。显然九九不喜欢收拾的习惯就是从这里学过去的，只是又发扬光大了一些。九九打了个哈欠，到了这儿就跟到了自己的屋子一般，自顾自地坐在一处圆桌旁，将手中提着的小笼子扔给九乌。师兄，你要的小蜘蛛这次别养死了，整天让我跟一个晚辈要东西，你也好意思？难得你还没忘这事儿。九乌打开木笼蒙着的黑布看了一眼，顿时眉开眼笑。这里面有一对被分隔开的蜘蛛，个头都如同肉包一般，生有3头，多目重瞳。九九疲倦地打了个哈欠。师兄，你要没事我就回去了。稍等，我找几样东西。九乌一路小跑，将蜘蛛挂去了阴凉处，又转身跑去一处书架。九九满脸生无可恋地趴在桌子上。师兄，你要做什么？我现在好累，想回去喝点东西，睡几天了。累？正在一处书架旁的九乌扭过头来，仔细看脸九九，想起自己现在也无法直接看透小师妹的修为，更别说看透她的身体状况了。但是一想到此前自己所见的那小单房中的情形，九乌心底顿时一叹，有一种老父亲的悲伤。罢了，女大不中留啊。在门内道侣盛行的风气下，我小师妹总归是逃不过这种风气。这风气从何而来呢？这就要从老一辈的天仙说起了。渡仙门10多位元老，总共有4对恩爱白首的道侣，上行下效，当真也是没谁了。九九趴在那儿，也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想到自己此前这几天陪着某师侄炼毒丹的经历，虽然很有趣，也挺新奇，而且某师侄呢也给了自己足够多的好处，还分了自己许多能够毒伤真仙的毒丹，但一直要精神紧绷，不能松懈，对于他来说确实是颇耗心神，自己哪儿那么累过呀？九九悠悠地道了一句，明明只是一个反虚境的小家伙，却折腾我这么久，好累啊！吧唧一声，九乌手中的玉牌不小心滑落在地上。这矮道人仰头长叹，双眼竟然微微湿润。小九真的长大了呀！我这前任半个老父亲的五师兄，终于也要放他去享受美好的修道生活了。将玉盘收回手中，九乌看了眼其上写着的几个大字：阵法总纲，忘情散人。随手又将书架角落中的2只玉牌拿了出来，九乌这才是转身走向九九。小九啊，这几样东西帮我带给长寿师侄吧。九乌将玉牌用仙力送到师妹面前。这是师父所著阵法纲要，以及你3师姐和我这么多年钻研阵法的一点心得。九九接过玉牌，随手扔到了储物法宝中，纳闷儿：
师兄，你怎么突然对小瘦瘦这么上心了？小瘦瘦，这不是我跟小诗诗在浓情时才会有的称呼吗？九乌仰头吸了一口气，又露出了和善的微笑。上次在北周见过之后，我就觉得长寿师侄是个颇为稳重的小辈。对了，你四师姐为你炼制了几件新衣裳。九乌拿了一个宝囊出来，递到了九九手中。这里面还有一些女子用的胭脂水粉以及首饰什么的，你若是喜欢，再让你师姐帮你炼啊。衣裳？什么衣裳？九九拿过宝囊，随手炼化，在其中拽出了一件轻薄的纱裙，额头顿时挂满几道黑线。师兄，我什么时候穿过这种东西？莫怪师兄我多嘴啊。师妹你虽然天生丽质，但也是要打扮一下的。对了，你跟长寿师侄，你们是这2年开始的吗？这2年开始的？九九扫了眼九乌，突然皱眉撇嘴，把纱裙塞回了宝囊，哭笑不得。你们该不会觉得我跟小瘦瘦好上了？啊？没好上吗？你把你师妹当什么人了？我是那种对师侄晚辈下手的人吗？老牛吃嫩草这种事，我才做不出来。